云峰哥，现在中国的人民到底有多无奈？我今天出了事情之后，政府应该帮我去做解决，但是没有人理我。我们最后只能干嘛？自己来。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霸凌非常非常多，我通报相关单位，没有人理我啊。结果现在中国有一个行业，这是红起来，这是什么？白社会。台湾人听过黑社会，没听过白社会吧？专门处理这种霸凌的人，结果一片好评哎。对，不管在哪里，霸凌都是令人家讨厌而厌恶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了霸凌的事件，在对岸你该怎么办呢？你都觉得说我应该报告老师，然后呢去派出所报案，然后呢甚至找武警。你这个方法你都试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都没有用。对，那你被霸凌的时候，你要找谁？找舅舅。舅舅就是你最好的帮手，舅舅是帮你最好的帮手。那如果你家里没舅舅怎么办？没关系 ，App 上面点一点，你看这4个舅舅发生自己的小朋友吃了，所以你被霸凌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快速打击部队，快速打击舅舅到现场，然后呢把对方按在地上摩擦，你看这是黑道了吧？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渣男。然后呢跟女朋友分手之后呢，就跑去跟人家闹来闹半天之后呢，真的没办法了。那女生加码，她该怎么办呢？没有舅舅，你就 App 上面找4个舅舅，然后呢快速到现场去。你看哦，你再敢上俺妹妹家，你试试看。我告诉你，一次就成功了，一次就搞定了，一次就断根了，再也不敢来。然后呢，还有这种霸凌事件，以前在学校就常发生，跟你讨什么？讨烟，跟你讨酒，舅舅上门了，对，4个舅舅上门了。一上门之后呢，就一顿的输出，然后呢就告诉你说，你再来找我们家的小朋友要烟要酒哈，你教育不好，有给你们教育啊，你家的孩子管不了，让我们去吧。你不要看到这几个是黑社会哦，人家这些舅舅都不是黑社会，都是专业军人团队出身的。退伍之后呢，就想要干嘛？军人舅舅。对，军人舅舅退伍之后呢，就想要来帮助受难的大众来进行解决。所以呢，你这个专业保镖团队，然后呢，这是退伍军人团队哦，忠诚可靠，最快1个小时到达，而且全国接单呢。全国接单，中国有多大？内地有多大？这等于什么？全国各地一大堆这种霸凌啦、渣男啦、坏人，然后结果是什么？政府没办法帮忙我，就是找保镖团队。对，这保镖团队呢，这些舅舅们，除了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变舅舅，然后呢，还可以变成什么？吵架大王，然后呢，最强娘家人。如果你需要帮手对付老公，娘家人就出来啦。那你不要说这个东西很奇怪，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情况，以暴制暴。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呢，你就是要立即找舅舅，然后呢，一个面包车出来之后，4个舅舅下车，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解决。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他舅舅要花多少钱？一个舅舅1个小时200块而已，你觉得贵吗？不贵吧？对不对？你又不是每一次都需要4个舅舅，虽然他们一次出去至少2个起跳了，但就算2个200块，也才400块而已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专业护送孩子上下学，什么意思？如果你的小朋友被霸凌了，那你到他家去讨个公道之后呢，你是不是要接送？对。还有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这些找了舅舅帮忙的人还会写反馈，什么意思？我呢找了这4个舅舅之后呢，对方就不再欺负我了。然后呢，他们还送我的孩子上学1个礼拜，对，确保小朋友不会被秋后算账。而这个东西来说的话，你知道吗？也不贵，也是几百块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呢，这个生意越来越多了。除了舅舅娘家人之外你看这个保镖团队有什么？绝境守护、外包儿女，外包儿女也是蛮奇特的一件事情。当你需要的时候就是舅舅，当你的长辈需要，比如说你要送他去一些医院去做一些健康检查，或者是往返医院之间的话，你就可以把舅舅变成儿子，变成女儿。等于是刚刚看到很凶，对，4个很壮的那个，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他可以去养老院啊、医院扮儿子，对，那陪那些失智的可能妈妈、爸爸聊聊天，一转眼变暖男了。没错。当他们全身黑，然后呢穿上皮靴的时候呢，你去霸凌者的家里的话，你就是凶猛的舅舅。但是你看，来不及，这个还是很凶吧？因为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生意太好了，对，来不及变装啊，反正呢就穿基本的黑色装就到现场了。然后呢，舅舅们除了在医院现场之外其实另外一个画面你看到他们推着你的爸妈去洗肾，那个样子是感人的。对，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就业不好，霸凌严重。你呢需要舅舅，需要娘家人，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出来。好，那这个是现在来讲的白社会。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最近大陆又发生了很多的宪宗事件。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社会动荡就会这种宪宗事件，但是这个真的太可怕了。画面在
广东中山，你看他这个货车哦，直接进入到这个小区里面来冲撞，直接撞人的。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因为这个小区很多人叫外卖，所以呢有很多的外卖骑手，然后货车就直接把它给碾压过去。碾压过去之后呢，有人倒了嘛，在八股再来回的碾压，对，最终呢是被拦下来的。然后呢，现场有人说还传出了枪响，对，到底为什么传出枪响，现在还搞不清楚。可是因为现在来讲很多的动荡，所以这种限中事件越来越多了。那最后呢是警车把它给逼停。可是呢，每一次限中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就看什么警情报告，现场发现这个秦某语言混乱，行为异常，伤者均以第一时间送医救治。不是这个，我们刚刚看的画面已经很夸张，对，碾了过去又再回来，结果公安还拿了枪出来，怎么样？“砰”的一声，有没有？对。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说，他是语言混乱，行为异常，你在干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外卖骑手直接被撞飞，你看这个画面，你觉得他能不能救得活？我觉得相当的困难。光我们看到的画面，来回冲撞就至少倒了2个，而这2个倒的都是这么大力的下去。那你现在告诉大家，紧急通报只有什么2人受伤，光这个来讲的话，恐怕至少死的就是刚刚画面的那2位了。辉正，我们知道这几年都被中国的短语音洗脑，有个烦的霸总出巡了，结果一大堆什么霸总拿很多钱去刷卡，什么挥霍，就现在真实的霸总发生什么事情了？现在中国竟然发生一件事情，中国这些男员、这些集体的霸总都在讨薪水。你叫我演戏，你钱拿去哪里了？是啊，上戏是霸道总裁，下戏变成悲屈讨薪呐。那我跟他叫可怜，真的是这样子你就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人是这个叫邵文宇啊，他就是专门在演霸道总裁，因为长得一个非常贵气脸你看在那个车子里面，然后呢开好车，戴名表，然后就用他的一张脸就可以迷惑很多人啊。哇，那掏出来的卡都是黑卡，一刷都是上亿元，这种日子真的让人家觉得实在太美妙。就没有想到下戏之后，他竟然在人家的一个留言说，片酬你愿意给了吗？这想说到底真的假的？他竟然在这个社群网站上公开讨薪啊！他说半年联系不上导演跟甲方，终于联系上了，等了半年。对，他说感谢你们这些因为他在这个公开这件事嘛，所以就很多粉丝就会去帮他讨赞嘛。他说谢谢你们啦，现在终于能过个好年啊！你想说演员这年头难道也被欠薪吗？讲起来这个真的是薪水不高呢。他说他专门是演这个总裁的专门户他现在薪水最高只有15394元最低也才13086元。不是，这最高跟最低也差太多，这差没有，应该说没有差很多，就是15000太离谱了吧？就很荒谬，对我干嘛做那么好？就很荒谬啊！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们等于有时候是强度非常高密集拍戏，甚至有时候拍戏是好几天，长拍25小时也是非常正常的事甚至有一个叫做石头的一个灵演他就说拍这个短剧这个1年多以来，我感觉我是用生命在换钱他说有时候我要起得比鸡早，所有剧组还没到，我要先到。所有剧组都已经下班了，我才能走。结果他说他连拍18个小时，有时候身体真的受不了，还要吃那个救心丸然后呢要休了好久才有办法恢复。但是即使是这样，碳板归空的就你现在看到有没有？也是哇，这个人前风光看起来那个月收入几10万的样子就没有。除了这个刚刚提到霸道总裁之外，现在有另外一个叫于清斌他呢就是在里面也是专演豪门首富就没有想到他现在戏外要为了1万元的片酬，天哪！在那边真的是只差跟人家下跪了。你知道他说他之前就拍了被人家欠那个薪资欠了4个月，为了要讨这1万多块的这个薪资他整整又耗了4个月，到中间必须怎么样跑外卖，要跑单霸道总裁限时去跑外卖，是，而且还欠4个月的薪水，真的很惨。你看他就自己这边拍，他说哎呀，他其实说一句实在话，生活下去比较重要，面子不重要，他就拍自己去跑单的这样子的画面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说，我去年7月的时候，因为有人介绍，然后我就拍了2部戏，拍了这2部戏，口头约就说1.16000，对，你看又是16000，多惨。结果呢，他就说拍完之后，制作人装糊涂，而且就说没有，对方竟然还呛他什么？你滚回去送外卖啦，怎样？
就这样子你现在天哪，太坏了吧！真是坏到说，哎呀，这个原来电视上演的都是假的。那另外呢，有一个就让人家更唏嘘，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一个古城啊，这个古村在河南的一个古村叫做一个元桥村它大概有600年历史啊，哇，它竟然是被这种城市现在是这个短剧的一个最佳拍摄地点对，在这里拍摄的短剧竟然超过50部啊。然后呢，他们整个村庄的收入啊，一年大概有400多万其中啊，光是这个拍短片的大概就有快要100万。没有，你现在画面看到古色古香，也难怪是这个拍这个古装剧、短剧的这一个。而且里面这个地方非常美，对不对？就里面最讽刺的是什么？来，你可以看到这个狗还有驴，对不对？这个很多的这个里面都会去拍这些狗，因为他演得非常好，就发现一件事情：狗跟驴一天的收入，它的演出的费用都比人高了，这太荒谬了。他说他一天收入是600，对不对？那如果这一只驴，你现在看到跟男主角驴，这男主角驴每天的演的话，他一个月是赚18000。对，我们刚提到人赚的最多是多少？15000。他真的是人不如狗人不如驴这太荒谬了。然后呢，他就说，而且你知道驴变成主角，没有想到这个驴变成短剧主角之后，因为收视率、点阅率实在太好了，结果呢被迫改剧本，人跑掉了，所以女主角最后是跟这一只驴成亲啊。我听了什么？我看了什么？到最后人的主角的戏没了，变成是驴了，你知道？所以就心想说：天哪，人不如驴这件事情，不仅是从薪资上这个看得出来，甚至连他的戏份都被这个驴给取代掉了。然后呢，这些其他旁边的刚刚讲还是主角，旁边的群演平均就是100到200块啊。所以啊，他们就心里想到说哎呀，我们这些群演啊，真的是活得不如这些动物啊。不过也有老伯说，我跟你说我们这样一天嘻嘻哈哈的这边做个表情，一天也能赚100-200块，其实比种田还要好赚。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